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冷战的第3天，未婚夫故意答应他的小助理自驾环游旅行的提议，他以为我会像以往一样争风吃醋，可谁知1个月后回来，他发现我变了，他帮小助理抢我的项目，我不再赌气辞职，反而忙前忙后，殷勤帮他写方案。他为了小助理拿年终奖，毁掉我辛苦做好的设计。我也不再想方设法的证明，反而接下所有脏水，任由他处罚。甚至就连他要破格提升小助理做公司总经理，我都没生气，还主动让出自己手里所有股份，让未婚夫自由分配。小助理沾沾自喜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陆瑶姐这种性格不能跟她来硬的，一定要对她冷处理才有用。肯定是这几天的离开有了效果，她害怕失去你，才会这么乖的。未婚夫深信不疑，直称赞小助理聪明，随后又单独找到我，要给我升职加薪，还破天荒许诺一场难忘的婚礼。可他似乎忘了，旅游期间他已经签了我的离职协议，而我也已经和他分手，从此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陆瑶姐，这个项目方案程总着急要，就辛苦你了，一定要下班离开公司之前处理完。程胜的小助理林月月笑眯眯地将厚厚的一摞文件扔到我的办公桌上，我习以为常地接过，好的。林月月却像是还没尽兴，又笑道，晚会儿我和程总还有个应酬，陆瑶姐你做完放在程总的桌上就可以。对了，记得走的时候再帮程总的办公室打扫干净。说完便踩着高跟鞋，心情大好地转身离开。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怜悯，甚至不知道要怎么安慰我。所有人都知道总裁程胜是我的未婚夫，却极偏心他的小助理林月月。当初他不仅破格将林月月从其他公司挖来，调到项目部总监的位置，甚至将我花了1个月时间拉来，又熬夜1个多月即将做完的千万项目交给了他。我不服，程胜便当众投票决定项目的归属。他以为大家会拥护他，可结果大家纷纷将票投给了我。林月月的手里只有他投的可怜的一票。程胜当即大怒，骂我在公司搞小团体，不仅没有将项目还给我，甚至当众宣布撤了我的职，也扣了所有拥护我的同事的工资。大家敢怒不敢言。事后程胜跟我道歉解释说想避嫌，怕林月月被大家排挤。最开始我信了，现在我只觉得好笑。林月月的业务能力连我们刚来的实习生都不如，到底是避嫌还是单纯的偏心？所有同事都明眼可见，只有他自己不承认。楼上传来动静，我抬起头，看到程胜修长的身形出现在楼梯口，只淡淡的朝这边扫了一眼，程胜便头也没回地出了门。他换了套休闲西装，身上雪松的香水味在这里都能隐约闻到。程胜不爱喷香水，但这瓶香水是林月月送他的，我知道他是故意的，这些年经常如此。最初是因为我发现了程胜和林月月互道晚安的聊天记录，忍不住质问他2句。程胜觉得我小气，一怒之下反正我怀疑，那不如直接将关系坐实的借口将林月月调到了自己身边。我越生气，他便越故意偏袒林月月，带林月月出入各种社交场合，甚至在公司聚餐时当众给林月月夹菜擦嘴。我和他吵架，他就冷战，我道歉，他便借机联合朋友一起说服教训我。为此我也时常反思，是不是自己不够豁达，
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。可直到冷战第3天，我病到躺在床上坐不起身，他却视而不见。故意收拾行李和小助理跑去旅行的时候，我才彻底失望，也终于明白，他只是打着我小气让我脱敏治疗的幌子，堂而皇之的美化自己不道德的行为。即便没有当初看到他聊天记录的事情，程胜也会用其他借口和林月月在一起。前段时间两人一起出差回来后，纵然仍像以前一样经常约饭、约酒、打球，但我能察觉到两人关系已经变得微妙。不过好在我不在乎了，5年的恋爱落幕，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。将方案做完后，公司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点开手机，发现林月月一连发了好几条朋友圈，背景是在西餐厅，两人面前的餐桌上是浪漫的烛光晚餐。程胜优雅地拿着刀叉替林月月切着牛排，配文：总裁亲手切下的牛排肯定格外的好吃。评论区不少合作伙伴纷纷评论夸两人很甜。不清楚我们关系的人也问什么时候能喝到他们的喜酒。程胜回了3个点，林月月则发了个调皮的表情，像以前一样没有澄清。可这次我没再像以前一样，因为两人含糊的关系生气，给程胜打电话，却反被他斥责一顿，嫌弃我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崩了心态。我给他发了个消息，告诉他方案已经完成，随后将文件放到他的办公室，按要求换完水，随后开车回家。刚到家，程胜的电话打了过来：陆瑶姐，我是月月，项目的事辛苦你了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刚接通，林月月温柔的嗓音传来。不等我反应，一旁又响起程胜的嗓音：有什么好谢的？这本就是他的分内之事。程总，陆瑶姐可是你的未婚妻，你说话的语气好一点。林月月嗔道，熟人的模样，像是他们才是一对。我嗤笑一声，向来手机不离手，连我拿他手机看个时间，他都会很生气地说我偷窥他隐私的程胜，会将手机毫无顾忌地交给林月月时，亲属关系便已经分明了。不过此时的我心里异常的平静，以前觉得天塌下来的事情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程胜和林月月谈笑2句后，或许才反应过来我还在听，敷衍道：我很快回去，你不用等我早点休息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他说的很快，至少要4-5个小时。以前每次我都会烦躁焦灼地等他回来，但此时我没再理会他，平心静气地去了书房，看了眼桌上的日历。不久前，程胜和林月月借着出差的名义出去旅游，趁这个机会，我提了离职申请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和林月月在一起时，程胜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，看也没看便批准了。现在还有3天，只等3天后工作交接完成，我就可以彻底离开。想了想，我给国外研究院的导师打去一通电话。我一毕业便作为优秀毕业生进了研究院，享受高等待遇。但听程胜说创立公司需要人手后，我毫不犹豫地辞掉了这个工作。导师再三劝阻，我还是毅然回国，陪他白手起家。现在想想，当初的自己着实愚蠢。感情总是瞬息万变的，只有努力不会背叛自己。电话接通后，我将来意说明，本以为要被批评一顿，谁知导师却叹了口气，告诉我其实早就知道了我的情况，也早就有了想要让我回去的打算。不过这次你自己真的想好了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想好了，离职的事情也都处理好了。离职？什么离职？
惊呼声传来，我回过头，看到程胜推门走进来，低头看了眼，发现导师的电话已经挂断了。我自然地摁熄手机，正思忖着要怎么解释，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，是林月月发来的，说她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只小流浪猫，便特地跑去商店买了根火腿，很可爱。程胜道，对面秒回，小猫可爱还是我可爱？随后附来一张林月月抱着小猫嘟嘴比剪刀手的自拍照，程胜的唇角不由自主地扬起笑意。小猫可爱，但你更可爱。似乎察觉到我还在，程胜压住笑，皱了皱眉头，望向我，不是跟你说了要你早些休息，怎么还在这儿站着？冰冷的话音和面对林月月时完全不同，也全然将我刚才说辞职的话抛到了脑后。我轻笑一声，省得解释，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完，都这么晚了，又有什么家务没做完？为什么不能早点安排时间呢？路遥，我不想说你，但你拖延症太厉害了。程胜紧皱起眉头，埋怨几句。我没有解释我的拖延症是因为他经常突如其来的安排，也没有再跟他争得面红耳赤解释自己的无奈。见我沉默，程胜也没多说什么，径直走进卧室。没多久，房间内便传来他愉快的笑声。我很少看到他会这么笑了，也只有跟林月月在一起时他会被逗得那么开心。没再理会。我坐到桌前，拿出之前没看完的英语资料。时隔5年，研究院的方向早已经和之前不同。想要回去，纵然有导师帮忙，但自己实力也要强劲。不过好在自己基础扎实，重新捡起来也花费不了太长时间。你在看英文杂志？正当我专心研究时，程胜不知何时突然进门。他抬手将杂志拿了过去，随手翻了2页，又扔了回来，轻嗤一声：“你看这些干什么？看得懂吗？随便看看。”我将资料收起来，语气淡漠：“你来是有什么事吗？”以前程胜主动找来寒暄时，我都是十分受宠若惊，或许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冷淡，他一时间也愣了一下，脸色有些不自然。是有件事，月月刚完成一个大的项目，我准备给他升职，也正好鼓励下其他员工。你怎么想？程胜看向我，嘴上问我的想法，可我清楚，他这次只是通知，并不是真的征求我的想法。我还是点了点头，我没意见，不过有奖也得有罚，不然团队很难管。你都这么长时间没完成过项目了，所以我想让你先暂时调到基层，等到时候我再把你调回来。你放心，不会太久的。我这也是为了整体着想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应该会支持我吧？我内心嗤笑一声，原来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我已经离职的事情。他可以用一些蛛丝马迹判断出林月月心情如何，也可以通过一些细节知道林月月喜欢什么。可现在，作为他未婚妻的我，离职通知书已经被他亲手签了字，他却浑然不知。果然，关心和不关心，寥寥2句话便能看得出来。见我没说话，程胜还以为我像以前那样要和他争辩，脸色顿时沉下来。你不同意也没用，文件我已经发下去了，而且你的办公室也已经给了月月，要么你接受调岗，要么你就走。他威胁道。不过我劝你一句，公司已经在筹备上市了，走之前你还是得考虑清楚。语气坚信我不会离开，这种事情发生过太多次。短短1年，我因为林月月的几句话，已经在公司的位置一降再降，那时候的我都能忍。程胜确认，现在的我更不舍得走。我苦笑，没说不同意。
那就先这么说好了。程胜心情轻松，我没说不同意，那便是同意。刚准备离开，不知察觉到什么，他又走了回来。我记得你桌子上原来放了我们的合照，怎么现在不见了？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其实不只是桌上，我的手机壁纸、房间的墙上、钱包里都是我们的合照。程胜曾吐槽我满脑子都是这些花里胡哨的小心思，却不知道那是我在时刻提醒着自己，无论程胜对我做了什么，他都是爱我的。可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可笑，这些照片每张都在嘲笑我有多么小丑。我不想多解释，但声道：相框不小心打碎了，就收起来了。你这人怎么做什么事都这么笨手笨脚的？程胜嫌弃地皱紧了眉头，立刻低头检查看自己的脚下有没有玻璃碎片。你找时间记得再好好打扫一下，别伤到人。或许是见我不再剑拔弩张，他也语气稍缓，说完便起身走出了书房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忍不住自嘲地笑了一声。他当然不是在关心我，刚才的意思显然是在说别伤到林月月，这是属于我们的家，家里的一切也都是我在打理。直到几个月前，我发现他的书房里落在地上的小皮筋，看到卧室的枕头被挪动，这才知道他曾带林月月来过很多次。我不住出声质问，他像是猜到了我会问什么，立刻甩出证据，证明他们只是为了公事，并趁机责备我爱吃醋、心眼小，为了报复我胡思乱想。他赌气般正大光明地带林月月回家，我隐约能感受到林月月面对我时的挑衅和敌意，可两人的交往正常，没有丝毫的越界。时间一长，我陷入自我怀疑，每天反思是不是自己错了。现在想想，有这个深究的时间，自己做什么都能成功的。翌日一早，程胜宣布了林月月升职的喜讯，以及将我降到最底层的消息。宣布消息时，他还有些警惕，直到发现我自始至终像是无事发生，这才相信我是真的接受了。他心情大好，我心情也不错。接下来的这些天，程胜为林月月办庆功宴时，我在办理签证；两人逛游乐园散心时，我在清理东西。最后要带走的东西布满一个行李箱。两人去会所应酬，被起哄着喝交杯酒时，我将所有的工作做了交接。2天后，在公司的最后一天，我在人事那里完成了最后的手续。你走之前去一趟总裁室，程总找你，人事头也没抬到。我本想说拒绝，可转念又想到，我今晚就要离开。程胜如果像往常一样和林月月出去不回家，这便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毕竟在一起5年，告别还是有一个仪式吧。想到这儿，我上楼去了总裁室，刚要推门走进，却透过玻璃墙看到程胜身体后仰坐在沙发上，林月月则穿着长裙，仰躺着，将头枕在他的腿上，姿态亲昵。程胜不知说了，林月月捂着嘴笑个不停。我顿了脚步，正思考着自己是不是要回避，林月月却率先看到了我，惊叫一声，匆忙坐起身来。陆瑶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程胜脸上也浮现出一丝紧张，匆促地拉了下略带凌乱的西装，旋即冲我怒道：陆瑶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我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到楼上打扰我吗？这条规矩程胜之前说过，但规矩的原话是，除了陆瑶以外，所有人都不能私自上楼打扰到他。以前我只觉得程胜对陆瑶待遇特殊，现在才明白原来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反正要走，我也见怪不怪了。我淡声道：人是说你有事找我。程胜冷哼一声，
阔步走到办公桌前，气冲冲地按了内线。不到2分钟，人事上了楼。是你告诉陆瑶我有事找他的？程胜冷声问道。人事察觉到了气氛不对，望着程胜冰冷的脸，又看了看一旁委屈的林月月，一时间紧张的竟说不出话来，半晌才道：“我不记得了。”呵。闻言，程胜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，冷眼瞥向我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有意思吗？陆瑶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懂事了，没想到还是这么心机。既然这么不放心我，那你要不要搬到楼上，时时刻刻盯着我，或者在我身上放一个摄像头，好满足你的好奇心啊？”我百口莫辩。程总，你别生气，我相信陆瑶姐只是关心则乱罢了，不是故意的。林月月轻轻顺了顺程胜的背，随后望向我道：“陆瑶姐，你也别误会，刚才是我太累了，头有点疼。程总想帮我缓解一下，让我继续工作而已。我们一切都是为了公司，你别多想。”我望着他得意的眼神，却像是恨不得我多想。纵然不知道全貌，但我清楚这件事必然是林月月捣的鬼。人是八面玲珑，知道林月月是程胜最偏爱的人，所以察觉气氛不对后，没敢将实情说出来。不过即便说出来，恐怕程胜也不会相信。我沉默着没说话，程胜却余气未消，气冲冲道：“不用跟他解释，私情是私情，公司是公司。既然现在在公司，就按公司的规矩来。陆瑶不遵守公司规章制度，这个月的奖金全部扣掉，工资也扣一半。”人事匆忙道：“程总，陆瑶他大概想说我离职的事情。”可话未说完，程胜冷眼瞪过去，我不想听他的任何理由，按我说的去做。人事没敢再说话，转身下楼。我想了想，也准备离开，结果这时程胜却突然叫住了我，或许是发了脾气，此时他看起来平静了许多，语重心长道：“陆瑶，我不是故意针对你，但这是我制定的规章制度，如果我不处罚你，恐怕今后很难服众。”一旁的林月月点头附和：“是啊，陆瑶姐，下次遇到不确定的事，你也要找程总问一问才是。实在不行，你问我也可以啊。”程胜赞赏地点了点头。月月一心记着公司的事情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。说完，他又瞪了我一眼：“不像你，整天除了争风吃醋，还会什么？你能不能向人家月月学一学？学什么？学他故意插足别人的恋情，学他明里暗里的挑衅，还是学他故意抢走别人的功劳，给别人使绊子？”我嗤笑一声，却懒得再挑破。见我不说话，程胜却以为我知道错了，他往我的方向走了2步，整了整我并没乱的衣领，语重心长道：“我知道你闹这些是为了什么，也对你确实很失望。不过不得不说，这次回来之后，你确实懂事了不少。为了表扬你，明天我们就去拍婚纱照，将结婚的事提上日程。不过你也别太得意，结婚只是结婚。”不等他说完，我轻笑一声，拨开他的手，将准备好的离职单递到他的面前：“程胜，我们分手了。另外，我也离职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关系了。”程胜身形微僵，林月月的眼睛却亮了一下，唇角顿时勾了抹得逞的笑容。纵然很快便恢复如常，但我还是看得十分真切。“陆瑶姐，你这些话有些过分了，你们毕竟……好了，月月，你先出去。”不等林月月将话说完，程胜淡声打断了他。林月月剩下的话噎在嘴里，又假惺惺地劝程胜不要生气，有事好好聊一聊后，便满足下了楼。在他离开后，程胜冷冷地瞪向我：“陆瑶，
你蹬鼻子上脸是不是？我都答应你结婚了，你还闹什么？把分手的话收回去，而且离职单我不会签字的。你现在撕掉它，我当做什么也没看到。看到程胜自信的模样，我只觉得好笑，却又觉得可悲。我清楚他会变成这样，也离不开我之前的纵容。以往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，可每次都是程胜给我台阶，我便会顺从地走下来，继续我们恩爱的假象。我想要用这种和平维系我们之前的感情，却忘记了长此以往的没有脾气，只会让他愈发得寸进尺。他关心林月月的一举一动，却漠视我的一切。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已经在我的离职单上签了字。我轻笑一声，将离职单递到他的眼前。可你已经签过字了，所有的流程和交接我都已经走完了，今天就可以离开了。程胜原本不以为然，可当看到离职单上他的签字后，脸色变了变。陆遥，你伪造我的签字！我被他的话逗笑了。是你自己签的？不可能，我怎么不记得我签过这个？陆遥，你知不知道，伪造签字已经触犯了法律，如果我想要追究，是可以报警的。他拿出手机，佯装要拨报警电话，这是他的杀手锏。以前无论是因为林月月还是其他原因，每次在公司闹得不可开交，他都会拿报警威胁我。他以为我害怕报警，却不知道当初公司规模小，人心不齐，我怕报警会让大家胡思乱想，失了公司的公信力。而且当初的我爱他，不想因为这件事和他闹得不可开交，所以每次都想着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但现在我马上要走了，我们也已经分手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也好，那你报警吧。看到我脸色没有波澜，也没有他想象的求和，程胜要拨号的手顿住了。你真的不怕？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听我这么说。程胜动了动唇，忍不住又仔细端详着离职单上自己的名字。我好心提醒，这份离职是你在出差的时候批下的。程胜肩膀一僵，仿佛终于想起，脸色刹那间惨白。他薄唇翕动，好半天才挤出一句：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才闹着要离职的。那我告诉你，当时我在忙，这份签字我没注意，不作数的。我被逗笑了。凭什么呢？我走的正规流程，每一步都没问题，凭什么不作数？就凭这话是我说的。他又想像之前那样蒙混过关，这次我没再被他气得无语，而是拿出手机。那这句话你和警察去说吧，我没打算和他闹，也做好了他若是胡搅蛮缠，我会和他撕破脸的准备。见我真的拨通了报警电话，程胜大惊失色，他快步夺过我的手机，断了电话。陆遥，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我只是也想问一问，你说的话，法律是不是认可？许是没见过我竟然真的会步步紧逼。程胜肉眼可见的慌了，他紧抿了下唇。好了，陆遥，别闹了，我知道你介意月月，那从明天开始，我不再跟他单独见面，行了吧？还有我们的结婚典礼，我现在就定。他拿出手机，这家婚礼设计公司，我很早之前就在看了。这次出差回来，我也想和你讨论婚礼的事。你看，说着，他将手机递到我面前，让我看他和客服的聊天记录。我扫了一眼，确实是他和客服在讨论婚礼的问答。可中间有一句话，是他问客服有没有蓝色系的婚纱和礼服。我记得蓝色是林月月最喜欢的颜色，而我之前也告诉过程胜，这是我最讨厌的颜色。所以这场婚礼到底是为谁准备的，恐怕不用想也能猜得出来。我讽笑一声，淡声道：好了，我晚上的航班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。
房子的钥匙我放在了邮箱里，以后没什么事别联系了，有事也尽量不要联系了。说完，没再理会他。我径直准备离开，结果刚拉开办公室的门，在门口偷听的林月月便向前跌了进来。不好意思，程总，陆瑶姐，我担心你们因为我吵架，所以他手足无措，表情委屈。陆瑶姐，刚才我听到你因为我要离开这儿，你千万不要这样，程总很爱你的，他离不开你的，我跟你道歉，今天我就离开公司，行吗？说着，他做事从程胜的桌上拿出一张空白的 A4 纸，就要签离职申请。望着他上蹿下跳的浮夸模样，我只觉得好笑，可偏偏程胜看不出来。他着急地将林月月手里的纸和笔抢了过来，义正辞严道：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你是无辜的，要走也不应该是你走，可是陆瑶姐走了，公司要怎么办？我不相信，公司没有他陆瑶就转不了了。程胜冷眼望向我，或许是林月月说的要走刺激到了他，此时的他全然没有再挽留的意思，冲我冷声道：陆瑶，你自己想清楚，公司没了你照常赚，但你离开公司，接下来你未必能找到像我这样对你更好的老板。你想走，我不留。不等他话说完，我已经阔步出了办公室。程胜气急败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陆瑶，你别后悔，自然不会后悔的。当晚我便拎着行李去了机场，乘坐航班一路到了国外。到达当晚，导师便帮我打点好研究院的事务，第二天便顺利地进入了研究院，继续曾经的梦想。当初程胜说喜欢机器人，我便在大学一开始便选了这项专业，事后潜心研究。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爱好变了又变，我却在日复一日的研究中越来越不可自拔地陷了进去。这些年，纵然我一直待在程胜的公司，做着与机器人毫不相干的工作，但在闲暇时间，我仍然会关注这方面的进展，因此再次研究起来，我并不觉得太吃力。期间，程胜又给我发了几条消息，大意是他仍然不觉得我会真的离开他，又给我递了几次台阶，我没有回复。程胜又给我发了几张照片，是林月月的调岗通知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你的离职申请不是我通过的，是月月操作失误通过的，但他不知道提交的人是你。我现在已经把他调到后勤了，再也不会让他碰公司的事务。你赌气到现在也应该够了吧？很快，林月月也给我发了条道歉的短信，长篇大段，看似恳切，但我还是看得出来，这是篇藏头信。仔细看，能看到句中嘲讽我的意思。显然，信是程胜要求他写的，程胜看都没看，便让他发了过来。以前我稍微做些什么事情，程胜都会觉得我在影射林月月。现在林月月光明正大的骂我，程胜却视而不见。我嗤笑一声，见怪不怪，也懒得为了他们再浪费我大好的时间，直接删除好友。本以为这件事结束了，可谁知这天深夜，程胜突然给我打来一通视频电话，画面里他在没有之前的意气风发，面色多了几分憔悴，就连嗓音也充满疲惫。陆瑶，别闹了好吗？都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和好，行吗？乍听到他近乎卑微的语气，我有些不适应，却又在同时感觉好笑。到现在了，他还在觉得我是在跟他闹吗？我不拦你不是不在乎你，是因为我知道你出去旅游了，我也想要让你好好静一静。陆瑶，我们到现在已经5年的感情，你难道舍得就这么结束吗？不等我出声，他的语气缓了缓，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。你明天回来，我其实有一个惊喜要给你，
是你这些年来一直心心念念想要的，本来想等你回来的，但我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先给你看个预告吧。说着，程胜将镜头动了动，露出房间里布置的大片的郁金香。他笑了笑，捏着一个戒指盒，又在镜头前晃了晃。你不是一直埋怨我不跟你结婚吗？这次等你回来，我向你求婚。花是你最爱的白色郁金香，戒指是每人都只能定制一枚的迪尔。我还叫来了记者，准备把这个求婚的视频放到网上。程胜喋喋不休，我望向他身后开得正艳的大片郁金香。这次他没有记错，郁金香是我最爱的花，可白色郁金香的花语是纯洁无瑕的爱。此时看到这些花，我只觉得讽刺。我不打算回去了，我淡声朝他道。不打算回来？程胜怔了一下，旋即叹了口气。我就知道你还在生气。行吧，那我去找你。求婚的仪式我们也在国外办。路遥，我真是败给你了。你要知道，我还是第一次对一个女人妥协。你就偷着乐吧，我对林月月的耐心根本不如对你的1/10。眼看程胜又要眉飞色舞地说下去，你误会了。我拿出了旁边的证件，递到了镜头前。我移民了，再也不回去了。挂断电话的时候，对面的程胜像是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正愣在原地，手里的戒指盒也应声摔落在地。但我知道他能反应过来的，也能很快地调节过来。早在他为了维护林月月对我百般刁难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了会有今天。程胜的事情这次没再影响到我，我将这通电话抛在脑后，全身心地将自己投入研究。或许也明白我是铁了心要分手。程胜没再试图挽回我，他开始肆无忌惮地和林月月到处旅游，秀恩爱，并在朋友圈直播两人的甜蜜。我们就像电视剧里同步进行的两条线。他们庆祝拿下项目，吃烛光晚餐时，我在实验室测试程序软件；他们逛街购物、打卡网红餐厅时，我正抓耳挠腮地跟一个故障做斗争。他们应酬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在朋友圈宣布恋爱，接受大家的祝福时，我灵机一动，另辟蹊径，有了新的想法。1个月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们终于攻破了这些年来的机器人无法应对动态环境变化、自主站立的难题。虽然高昂的成本仍是一大难题，但科技的进步本就是缓慢而深刻的，未来如何没人知道。但大家都为了这天的成功高兴得热火朝天。当晚，导师很高兴，特地订了5星级的酒店庆祝这次的突破。酒过3巡，他喝得红光满面，握着我的手不停地唠叨，惋惜我之前草草离开，不然若是有我的加入，或许在2年前这项困难便已经被攻克了。他还拉着我在众多学弟和学姐面前说我是他最优秀的学生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同时也的确替自己感到惋惜。5年的时间，原本是我大放光彩的最好时机，结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不过好在现在也不迟。聚餐结束后，我们各自回家，结果走到租住的房子院前，我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，还以为自己酒喝得太多，出现了幻觉。我擦了擦眼睛，结果程胜却率先看到了我，脚步虚浮地快步朝我走过来。离近的时候，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，看起来似乎喝了很多酒。我轻轻皱了皱眉，眼看着他在我们相隔不到1米的地方，脚步顿住。你好像比之前胖了些，稀奇，之前他从来不会关注我的。借着路边的灯，我看到他的眼眶微微有些发红。我笑了笑，没什么烦恼，每天吃得好，
睡得也好，自然会长点肉。我之前是偏瘦的，170的身高，体重只有90斤，每天要照顾程胜，要因为他对其他女人的偏爱生闷气，吃不下饭，长此以往得了轻微的厌食症。直到来到国外，经过长时间的恢复，我才回到了正常的体重水平。你又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平静地望向他，如同在看一个陌生人。程胜似乎也察觉到了，他紧抿着唇，好半天才道：路遥，我和林月月分手了，我重新想过了，我愿意抛弃一切，跟你来国外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但我已经知道错了。国内的公司我会想办法处理掉，然后忘记一切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望着他坚毅的眼神，只觉得好笑。到底是你想办法处理，还是公司已经要宣布破产清算？纵然我没再关注程胜的事情，但之前加好友的同事仍会不定时地找我闲聊。他告诉我，在我离开后没多久，林月月负责的方案就出了严重的问题，需要赔付一大笔钱。程胜和林月月为此没少到处求合作方，后来合作方被磨得不耐烦，终于答应再给一次机会，要求重新做这次的项目。也正是上次程胜找我视频通话的时候，不过到后来我才知道的这件事。我不清楚那时的他到底是真心向我道歉，还是只是想要借着和好再利用我一次，但已经不关键了。后来林月月再次自告奋勇，要一雪前耻，程胜又给了他这次机会。谁知项目结束，却出了严重的事故，上百万用户的资料被泄露。程胜不仅要赔付合作方的损失，还要赔付用户的损失，总计算下来，至少要赔付上千万，意味着他多年的辛苦即将毁于一旦。似乎没想到我会听到这个消息，程胜怔愣地望着我，嘴唇颤抖，豆大的眼泪顺着他苍白的脸颊滚落。对不起，路遥，我错了，当初我应该听你的，你别再推开我了，回到我身边，我们重新再来，好吗？说着，程胜扑通一声跪到我面前。换作以往，我必然舍不得，想方设法也会帮他，但现在我内心平静的像是置身事外，似乎猜到了我会是这个反应。程胜并没有退，他掀起袖子，一瞬间，狰狞的疤痕在他光洁的胳膊上尤为惹眼。我也认出，这些疤痕组成了我的名字，路遥。路遥，我承认我对不起你，可在你离开之后，我也很痛苦。每到夜里，看到空荡荡的房间，我就控制不住地想你。每想你一次，我就会在胳膊上写上你的名字。我和林月月在一起，就是为了刺激你，想要让你回来。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，我从来没想过跟你分手，也从来没想过你会真的不回来。我现在很后悔，真的很后悔。程胜痛哭流涕，像是怕我会突然离开，用力地抱着我的腿。我骂我也好，打我也好，这些是我应该受的，我情愿受着，可你别再离开我了，好吗？刚要推开他，可转念，我改变了主意。好啊，不过我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程胜仿佛抓住救命稻草，眼睛亮了亮。我拿出手机，按下报警电话，递给了他。我有林月月挪用公司财产的证明，也有他在公司里的经济犯罪证据。你现在报警，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闻言，程胜愣住了。我们复合后，公司就是我们共同的财产，维护正当权益，没什么好犹豫的。我将手机塞到他的手里，程胜迟迟没有摁下。路遥，林月月还年轻，她对公司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的。那我呢？我讥笑着望向他，当初我受到的委屈
和损失就这么不了了之吗？更何况他现在逍遥在外，我怎么能保证你和他没有牵扯？但你把他送进去，我就会没有后顾之忧的和你在一起。我低声附在他耳边道，如恶魔低语。程胜睁大眼睛望着我，这话仿佛给了他勇气。他深吐了一口气，咬牙摁下了接通键。你好。然而刚接通的瞬间，不等接线员将话说完，程胜突然用力地挂断电话，将手机扔到了一旁。不行，路遥，任何事我都能答应，可这次不行，这关系到他的一生。如果他真的进监狱，这一辈子都毁了。我笑了，早就猜到了他的选择，缓步走过去，弯腰将手机捡起。看到了吗？直到现在，你的心里装的都是两个人，太挤了。程胜，你的爱不纯粹，也不干净。既然你愿意选择他，那就别再来了。对你对我都好。程胜还想说什么，这时一通电话打来，听到后，他的双眼瞪大，说了声对不起后，便转身离开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感觉到了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似乎是前所未有的释然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从胸口彻底剥离。直到第二天，我接到了一通消息，才终于明白这种感觉的原因。翌日一早，我便接到了以前同事的消息，他告诉我程胜出了场很严重的车祸，差点死亡，好在被路人及时送进医院，捡回了一条命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程胜醒来后，眼神茫然地愣在原地好一阵，回过神来，第一件事便是将林月月告上了法庭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程胜急匆匆离开的那天，接到的是林月月的求救电话。结果程胜到达后，林月月却真相毕露，妄图杀害程胜，并伪装成意外车祸的样子，骗取程胜的高额保险金。好在最后有路人经过，救了程胜一命。我相信这次他终于看清了林月月的真面目。法庭上，程胜一反常态，狠下心，拿着充足的证据，毫不留情地将林月月送上了死刑。林月月几次痛哭流涕，这次她都没再心软。事后，她写了封遗嘱，将所有财产转移到我的名下，随后便从高30层的楼顶一跃而下。彼时，我们的研究再次突破。我沉思2秒，将他的财产以他的名义捐给了研究所。人死为大，此后种种皆为虚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